不会吧？iPhone 18 Pro 据传有可能会把实体 SIM 卡槽拿掉。那其实这件事情，苹果一直都在铺陈，例如说去年的 iPhone Air 就没有实体 SIM 卡槽，它只能用 SIM 卡，或者是今年的三星 S26呢，也是在台湾第一次可以支援 eSIM， 而且 eSIM 这个东西呢，出国真的很方便，所以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换手机，我们这部影片呢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 eSIM， 像是出国要怎么用 eSIM 啊，会遇到哪些问题啊，或者是 iPhone 上面的 iOS 26现在有一个超级方便的功能，就是你一出国，它一侦测到呢，就会问你说要不要切换到 eSIM， 帮你变成国外的网络这样子。还有最后大家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直接在这里回答。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呢，我们快速的稍微解释一下 eSIM 到底是什么东西。eSIM 呢，就是手机里面的虚拟 SIM 卡，所以它是没有实体的，所以你不需要去换卡，然后也不需要卡针，然后你也不用在网络上面很慌张的要换 SIM 卡什么的，就会怕你的 SIM 卡不见之类的。那 eSIM 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跟你的实体 SIM 卡共用，也就是说你出国用 eSIM 的时候，你台湾的这个实体 SIM 卡是不用拆下来的。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一只手机可以装非常多张 eSIM， 去几个国家就装几张 eSIM， 就是你爱装几张就装几张。那再下一步呢，我们就要确认你的手机可不可以用 eSIM。那在 iPhone 的部分呢 ，iPhone XS 还有 iPhone XR 包含还有以上都是可以使用 eSIM。那如果你想要 double check 的话，你可以到你的手机的设定里面，你去找到行动服务里面往下滑，在 eSIM 这个你会看到有一个加入 eSIM， 如果有的话，就代表你手机是可以使用 eSIM。那在 Android 的部分，三星 S26 全系列今年是第一次在台湾支援 eSIM。那其他的 Android 的牌子呢，就要看你的手机有没有支援喽。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出国在机场找不到网路，超紧张，想要查出机场怎么搭车去饭店 ，Google 地图或是 AI 一起卡住，想要跟家人报平安也没有办法，还要跟别人借 WiFi， 超像网路乞丐。但是如果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不用换卡，让你一下飞机就有网路，而且还比在当地买 SIM 卡还便宜，你相信吗？上个月我去日本，当我的家人还是担心要不要买实体 SIM 卡的时候，我的 eSIM 都已经设定好了，超快速。不用换卡，不用排队，出国前就可以在手机上用好，只要一落地就自动连线。尤其是 Sally eSIM 真的联网超简单，连我妈都会用。操作很简单，你就手机下载 Sally App， 选择你要去的国家，像是日本就有1GB、3GB、5GB 的不同方案，都是30天期限，超级够用。买完之后直接在 App 里面安装，手机点一点就搞定了。然后最赞的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一次跑好几个国家 ，Sally 还有区域方案，像是亚洲或是欧洲方案，一张eSIM直接漫游多国，不用每个国家都重买，省超多麻烦。他们家涵盖全球200个地区，而且客服是24小时都有人，还支援中文，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想要像我一样旅行一落地就有网路用吗？现在使用苹果妹频道专属优惠码 Apple May， 或者是优惠链接 Sally.com/AppleMay 就可以享有15%的折扣哦。优惠链接我放在资讯栏，相信我，用过eSIM之后，你再也回不去那种换 SIM 卡的日子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使用 eSIM 哦。首先呢，你就是要跟你的电信商去申请 eSIM。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国外旅游用的这种网络用的 eSIM 的话呢，其实申请非常的简单。例如说 Sally eSIM， 你就直接去下载它的 App 就可以了。你就是到 App Store 里面呢，你去搜寻 Sally eSIM， 然后你看到这个黄色标志，你就可以下载下来，你要把它打开。那它的安装啊、购买什么的，全部都在 App 里面可以一次完成。假设我今天要去日本的话呢，我就直接按这个新增数据里面去找到日本。接着你就去找一下你想要的方案，就例如说5GB 啊、10GB 等等的。那我自己的话，去7天我可能会买10GB。像上个礼拜呢，其实我就有去日本，然后我自己网络的用量大概买了10GB，最后是用了大概7或8GB 而已。那我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不太用网络，也不太刷短影音，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看大家自己的用量。那如果你要查资料的话，我建议至少是5啦，至少要买到5。然后在结账这下面的优惠券的地方，一定要记得填入 Apple May。然后这样子它才会有打折这样。然后这边呢，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启用的部分。就是你会看到它在选流量的时候，它下面有一个30天的启用期。那这个可能按照不同的厂牌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定，但总而言之呢，就是你买完之后30天内一定要启用。但是启用的定义是什么呢？不是你在台湾就可以启用哦，就是你买完之后，然后你装完eSIM之后，它必须要打开，然后它要侦测到你已经在那个地方。对，就是如果你买完之后你打开，但是你还在台湾的话，它其实不算数。你一定要买完开启之后，它发现你在日本，它才会启用。所以你就是太早买也不行，你可能就是出国旅游前的30天再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几乎每一个方案都是30天的期限，也就是说，你买完了这个流量之后呢，它可以维持30天。除了最低的1GB，它只有7天而已啦。然后一张eSIM呢，你可以买很多不同的国家，就例如说你这个礼拜去日本，那下个礼拜去美国，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不同的方案，那都是用同一张eSIM也是 OK 的。或者你想要分不同张的 eSIM 的话呢，你可以到上面首页最上面这边，你可以去新增eSIM。那我们刚刚说呢，一只手机可以新增非常多张不同的eSIM，所以你就是按自己的需求去新增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它很棒的
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有区域方案，就是例如说你欧洲想要玩非常多个国家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欧洲方案。例如说你买5GB 的话，那你去不同的国家呢都可以使用到这个网络，你就不用每到一个国家就要新买一个网络这样子。再来下一个呢，我们就要进入安装 eSIM 的部分。Sally 安装 eSIM 真的超级简单，那基本上这种出国旅游买的 eSIM 其实安装起来都是超级简单的啦。首先在首页这边呢，你按最上面的这个选单，里面呢你去找到你刚刚买好的 eSIM， 然后呢右边有一个设定 eSIM， 你就点进去，然后你就选在此装置，按继续。然后按下面的开始安装 eSIM。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安装 eSIM 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网络，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在台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先把这个步骤做掉了。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它的启用其实是算你进入那个国家才开始算，所以你可以先把它装好。那我们就按启用。好，启用。再来呢，大家看到这个画面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功能是 iOS 26更新的一个我觉得超级好用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己侦测你现在是在居住地还是国外。所以你在设定 eSIM 的时候，你这边就要好好选择哦。如果你这个是要在国外旅游用的话，你一定要选国外。我们刚才示范的是日本旅游嘛，那我们就要选国外，然后按继续。那这边呢，选择语音与数据。然后按完成，那我们这样子就设定好了。当它侦测到你今天已经在日本境内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跳出一个框框，问你要不要打开这张 eSIM。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功能，而且呢，外加你回国的时候，它也会自己切换成你原本的号码。所以我觉得 iOS 26这个功能真的超级方便的。那你装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在设定里面的这个行动服务的 SIM 里面有了一张 eSIM， 那你就点进去。它的名称通常会叫旅游 webbing，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是什么，但是我这边看到的是旅游 webbing， 然后你就可以开启此号码。那就像我说的，就是你就算现在开启呢，它也一定要入境才会启用，所以你就大胆的开启它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教大家3招，就是你落地之后发现连不上网络要怎么办？因为这是非常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手机上面，发现怎么连都连不到，这个我一天到晚在发生。第一件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重开你的飞航模式，在搭飞机的时候都会开启那个飞航模式，对不对？现在呢，我就是要你重开，你就是把它打开之后呢，大概等个5到10秒，然后再把它关掉，然后这个时候它会去重新搜寻网络。那你要给它一点时间，就是看它有没有出现那个网络的符号，或者是5G 啊、4G 等等的符号。那再来第2招呢，就是重开机。所谓的重开机治百病，不是说假的，你就直接让它重开吧。锁定画面的按键直接一起按下去呢，就可以进到这关机画面，你就去关机，然后再开机。再来呢，如果真的连重开机都不行的话，还有第3招。那这个第3招也是我自己就是常常在使用的一招，就是你要进到设定，然后去找到行动服务里面，你去找到我们刚刚设定的那张 eSIM， 然后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个网络选择，你就点进去。这边呢，它自动预设是开启的，就是你一定会看到自动。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关起来。那关起来之后呢，你要给它一段时间，它才会跑出一个列表哦，就是稍微等它一下哦，这个时候就跑出来了。那例如说我现在是在台湾嘛，所以它只会跑出台湾本地的电信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每一个电信商都去试看看哪一个有网络。例如说我点台湾大哥大好了，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右上角其实它会有做一个切换网络的动作。那你可能要稍微等它个1-2分钟，它才会出现。那如果它一直都没有出现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去试其他的电信商这样子。这个情况呢是在，例如说你今天在山林啊，或者是一些收讯很不好的地方，你再进来这边一个一个自己试。刚下飞机的话，我觉得那种情况不太算数，因为下飞机那边通常都会有一点那个网络的限制嘛，所以你最好下完飞机进了机场之后，你再来进行这个步骤。发现真的没有用的话，你再这样子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就是常见问题的环节。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你去国外旅游的时候，需不需要把你台湾的 SIM 卡拔除呢？答案是不用的，你的 SIM 卡还是可以依然留在你的 iPhone 里面，完全不需要去做插拔的动作。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它可不可以收到台湾的简讯呢？这里是有遇过，就是我用 eSIM 的时候，我收不到台湾的简讯，因为我自己是用中华电信，然后我发现中华电信它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漫游方案，它才会让你去收简讯，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你的电信商关于国外收简讯的规定，每一间都不一样。而且呢，例如说你今天要登入一些 App 啊，例如说银行的 App， 就是一定要收简讯，所以这个部分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再来第2点呢，是换手机要怎么办？那依我们今天示范的 Sally 来说呢，其实它换手机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登入同一个 App， 然后去下载同一个 eSIM， 就可以直接无痛的转换，中间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繁琐的手续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申请国内电信商的 eSIM 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因为国内的电信商呢，你是需要去申请，然后它会给你一个 QR code， 那你扫完之后呢，
呢，就是按照刚刚的步骤去新增eSIM之后，它就是绑定在你的手机里面了。那如果你今天要换手机的话，你就必须要去跟你国内的电信商去做申请，不管是临柜还是线上申请呢，而且可能会有这个手续费的产生。那依照每一间不同电信商，可能有一些可以减免之类的，就是规定不一样，所以就变得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不想换手机的人来说，可能麻烦不是那么大，因为一般人可能比如说5年啊、6年才换一次手机。eSIM这么方便的情况下，我觉得5、6年换一次，然后你可能要临柜或是网络上申请一次，我觉得这个麻烦是还好啦。再来第3个常见问题呢，就是 eSIM 回国之后需不需要删掉呢？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要删不删都可以。那我自己是保留在我手机上面，然后下一次要出国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在 Sally 里面去购买新的方案，那用同一张eSIM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担心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进到设定去把它删除，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删除之后呢，你想要重新下载回来，你就进到 App 去做刚才一样的步骤就可以了。再来下一题呢，就是 eSIM 安不安全呢？会不会被追踪呢？那 eSIM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跟优点，就是它是直接写入在你的手机晶片里面的，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它复制或是把它抢走。那这一点呢，反而是比实体卡片还要更安全。出国呢，在网络的部分，其实最危险的部分是连公共 WiFi， 因为你知道公共 WiFi 其实非常容易被别人骇客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出国使用 Sally 会比较放心的原因，因为它自己本身就内建了虚拟位置还有网页防护的功能，就不怕说今天随便就会被骇进网络啊什么的。再来下一题呢，很多人常常问到就是台湾的号码到底要不要也一起换成eSIM？这一点呢，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有用一阵子的 iPhone Air， 所以就被逼着要使用全程的eSIM。那我自己使用一阵子下来呢，我觉得我的心得就是，如果你不常换手机，或者是你出国会用起来还蛮爽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常常换手机的话，就会觉得非常不方便。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国内的电信商他们的设定eSIM可能都是要费用的，然后每次换手机都要有费用。那有一些可能会有第一次的减免之类的，但是如果像我1年换一次手机的话，就会非常的不划算。所以我后来就是又换回国内的实体卡片这样子。那我觉得适合国内电信商也使用eSIM的人主要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你一定要双卡双待，例如说你可能公司或者是私人是2个分开的，那你可能同一只手机上面就可以用SIM卡，也可以用eSIM这样子。那再来第2种呢，就是像我刚才说，你不太常换手机，就是可能5年6年才换一次手机的话，那这个时候eSIM我觉得对你的影响是不太大。那至于其他人日常上会使用到eSIM，我觉得就是出国非常方便。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eSIM的教学。如果你要使用 Sally eSIM 的话，记得要使用我的链接，还有优惠码 Apple Mini 就可以打85折。如果要出国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划算的。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